vivo 这几年推出的智慧型手机，无论是不是旗舰款，都非常注重拍照能力还有体验。之前测试了 vivo X200 Pro 还有小米15 Ultra 的拍照能力比较，没想到 Pro 版本居然跟 Ultra 版本打得不相上下，就可以知道 vivo 在影像上的实力真的很强。不过既然 X200 Pro 这么的强，那 X200 Ultra 不就强到无与伦比了吗？预计在4月发表的 X200 Ultra， 就目前所看到外流的资料，我觉得将会带来手机摄影另外一种设计的思维。这期就来聊一下 vivo X200 Ultra 的八卦，看看外流资料是不是真的也很吸引你。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vivo 即将登场的 X200 Ultra， 这支主打影像旗舰定位的新机，预计在4月正式登场。当然，大家最期待的应该就是 vivo 又要拿出什么违反常理的新设计。为什么说 vivo 违反常理呢？甚至它是离经叛道、超反骨的哦。因为 X100 Ultra 在推出之前，应该没有人想过可以拿2亿像素感光元件放在望远镜头里面哦，而且表现的还非常的好。话说这次 vivo 产品经理韩博霄也已经陆续揭露出不少细节，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反骨的 vivo 到底又做了哪些好事。vivo X200 Ultra 的镜头系统，这是同样配置的3镜头组合。看到3镜头，大家会觉得，为什么你不用4镜头？这是有原因的，我们就继续说下去。这个焦段组合呢，跟 X200 Pro 有一些不一样，它分别是14mm 的超广角、35mm 的主镜头，还有85mm 的潜望超长焦镜头。大家有发现，手机上的主镜头几乎都是23或是24mm，这是搭配35mm其实有2层含义，还有一座靠山哦。我们先来聊一下靠山到底是什么。这是超广角镜头部分呢，vivo 产品经理韩博霄他释出的消息它将搭载更大的感光元件。原本超广角镜头基本上感光元件都不会太大，除了光学的限制以外，另外就是它基本上只会负责超广角到主镜头间，它不是很宽广的焦段范围。所以像是 X200 Pro 所使用的2.76寸的感光元件，其实就很够用了。但如果用上了更大的感光元件，就可以涵盖更广的焦段哦。像是原本主镜头的23mm 或是像是30mm 都不会有问题。那目前看到的消息它可能会用上1.28寸 LYT818 感光元件。如果是真的，这应该是超广角镜头的一大突破。接着来聊2层含义。第一层当然就是 35mm 焦段是非常多摄影爱好者最爱的一个焦段，在它所有的镜头里面总会有一颗 35mm 的定焦镜哦，几乎啦哦。那这焦段比较接近人眼的视角，当然最接近的是 50mm 这一颗不过它这个镜头呢，它不会太远也不会太广，对于习惯使用单眼相机的朋友，应该都会很习惯这个焦段。这也是为什么iPhone 都特地把 35mm 放入预设焦段中的理由哦。第2层含义是比较现实一点，也就是 X200 Pro 实测时我们发现呢，L3mm 主镜头到 85mm 的长焦镜头之间差距很大，所以导致50到84之间呢，画质就会开始掉，画质就没有那么理想，所以用上了 35mm， 至少可以确保35到70mm 之间有非常好的解像力，也让焦段的延续感更好。除了超广角跟主镜头之外，最吸睛的还是这颗超猛的2亿像素长焦镜头哦。目前看来，感光元件应该还是 HP9， 不过根据韩博霄的消息，在镜头设计上完全提升，在镜头模组的体积就比 X200 Pro 要大上很多设计上搭配了全新的透镜、棱镜还有镀膜技术，在进光量、防手震、对焦速度还有画质细节上全面提升。据说进光量提升了 38%， 连长焦微距都会变得更强大。所以这些消息听起来是不是很让人期待呢？影像晶片是除了感光元件以外，另外一个影响画质非常大的重要关键。其实原本在 X200 Pro 的 V3 Plus 就已经有非常好的效果，但这次 vivo 居然首次在 X200 Ultra 中导入双影像晶片的设计，除了原本的 V3 Plus 以外，还加入了 VS1。为什么要加入另外一颗影像晶片呢？就是要让晶片可以分工处理影像。VS1 是专门处理前段画质 Pre-ISP 的晶片，主要负责修补光源的复杂性，还有色温不稳的情况例如说像是逆光或是舞台上的混乱灯光场景就可以去处理。而 V3 Plus 是 vivo 主打的专业影像晶片，它跟 SoC协作负责更精简的运算任务
像是多场景的曝光合成啊、人像分层处理等等的工作。这样的双 ISP 运算方式让手机在复杂光源跟高速拍摄下，依然可以保有极高的细节跟色彩还原，是相当有趣跟聪明的做法。那缺点就是成本比较高。vivo S200 Ultra 这是不止在镜头上下功夫，连补光灯都加入了变焦功能。它可以依据镜头的焦段动态调整光线的角度哦，像是在长焦人像模式下，它会集中补光在人脸上面哦，让面积不大的补光灯光线呢可以集中利用。vivo 产品经理韩博霄还拿了这颗补光灯的实拍照，跟 iPhone 16 Pro Max 还有 Canon EOS 5D Mark IV 来去做比较，大家直接看照片就可以感受到。X200 Ultra 的人像效果应该是其中最强大的吧哦，在 X200 Ultra 呢还增加了实体的摄录键，这颗按钮位置比起 iPhone 16 Pro 要更低一点点，实际上是为了让使用者横握的时候拍摄比较稳定，手感比较自然一点。那最后还有一个加分项目 ，vivo 这次还跟富士合作开发全新的滤镜系统。有望在 X200 Ultra 上加入经典底片风格的滤镜，想拍出哪种充满怀旧或是电影感的照片不需要再用第三方的 App 来调色哦，直接在手机内就可以搞定。要与 Apple 封闭的生态系连结是非常多 Android 手机品牌努力的方向。毕竟有太多习惯用 Mac 电脑的朋友手机上就会使用上 iPhone 才会连接更顺畅。而身旁的朋友如果都是使用 iPhone， 你好像也得用 iPhone 才能让大家互相传资料、传照片比较方便一些。所以 vivo 这次在 X200 Ultra 的发表会上，应该也会同步推出打通 Apple 生态系的功能。目前知道的消息，他们即将会推出可以用 X200 Ultra 接听 iPhone 的来电、同步讯息，还有共享定位，甚至还能用手机互相触碰的方式把 Live Photo 备忘录文件从 iPhone 传到 vivo 手机完全无痛跨平台。还不止这样，它还能跟 MacBook 同步行事历还有笔记，甚至连 Apple 的 AirPods 的空间音讯也支援了。这是真的整合超有感的，生活跟工作的流畅度就会大大的提升。话说，以往 vivo 的 Ultra 系列都没有国际版，我想这次 X200 Ultra 应该也是，所以我们只能期待未来的 X300 Pro 会沿用 X200 Ultra 的规格跟功能，并且在台湾上市。那这次预计同步推出的还有 X200S， 应该有机会推出国际版。那镜头设计上应该会跟 X200 Pro 相同，但改善了主镜头的眩光问题以外，还加入了全新天玑9400 Plus 处理器，并提供不经过电池的旁路供电功能。到时发表会时再来分享给大家。以上就是关于 vivo X200 Ultra 的八卦报道，虽然这些内容基本上应该都是真的。那就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 Play，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